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面相学10种眉毛的运势，看你一生好坏。眉毛是人的面部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光是从面相学上来看的话，便可以从眉毛的不同形态分析出不同的个性与运势。眉毛被认为是五官之首，所以被称为兄弟宫或者是保寿宫，会影响到人的运势，隐藏着不少的命理现象。下面我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眉毛所包含的不同命运。一、常见眉毛的特点解析。一、眉毛长。根据面相上的分析来看，眉毛长的人一般都是非常注重感情的，不管是对待爱人还是对待朋友，都是用情很深，所以人缘好，朋友多，经常会遇到很多的贵人，一生能过上富贵的生活。眉毛长的人还是长寿的征兆，如果有眉尾上扬，则表明有福禄之命。二、眉毛短。眉毛短的人会有孤僻的个性，个性容易暴躁，目光短浅，也有知心的好友，但是数量上却不多，多半有利益上的考虑，所以真心朋友少，生活容易有波折，缺少贵人的帮助，日子会比较辛苦。他们在个性上做事急躁，喜欢快速做完事情。三、眉毛浓。从眉形上来看，眉毛长得浓密的人性格上是粗犷大气的，不会跟人一般计较，也不会去玩弄心机。人际交往中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会坦然拿出来跟对方讨论商量，不会在背后算计。他们的坦荡心胸赢得了不少的朋友。不过如果眉毛又粗又浓，太杂乱的话，则可能会在中年时期遇到坎坷，需要经历多种努力方可度过。四、眉毛淡。如果是眉毛淡的话，一般被认为是没有上进心，做事情不能坚持到底，没有领导能力，不容易适应新的环境。但是如果能给他们更多的发展机遇，或者是经历一些挫折，则他们可能会越挫越勇，过上很好的生活。对于眉毛稀疏且颜色比较黄的人来说，生活中自己最重要，对于其他人会比较冷淡，不会有太多的热心，虽然也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。他们知识渊博，不过缺乏进取心，需要有人督促，才会取得一定的成就。五、眉毛断。如果眉毛不是连接在一起，有断掉的感觉，则表明家庭可能有生离死别，家庭中会有意外发生，可能手部会有折断或受伤。他们不是很重感情，不会付出太多，如果有人想要他们的帮助，他们会考虑是否会顾及到自身的利益。此外，他们还容易情绪化，不懂控制自己的脾气。六、眉毛竖。眉毛不够服帖，而是竖起来的话，表明这个人做事冲动，不计后果，容易因为鲁莽而生出一些事端。他们没有完整的思考，容易人云亦云。此外，在家庭中不够温柔，对伴侣不够体贴。七、眉毛低。眉毛长得比较低，也意味着在财运上低一些。他们一生容易受到排挤，性格软弱，容易抑郁。如果能跟性格开朗的人在一起多多相处，则容易改善不佳的命。八、眉毛高。有的人眉毛距离眼睛的距离较远，也就是比较高，这样的人会对玄妙的东西比较在意，同时能在较早的时候就取得了不小的成就，而且是比较注重家庭，所以他们的名声会非常好。九、眉尾分叉。眉毛也代表一个人的人际关系，这种情况的人对于他人都不够真诚，爱耍花招，且与他人的沟通不够，所以人缘并不是很好。如果说是人事的话，容易跳槽频繁，影响团队之间关系。十、眉毛压眼。生有压眼眉毛的人，外表刚毅果决，处理问题能够坚持忍耐，不达目的不罢休，具有男子汉风范，
但是内心比较感情世界脆弱，西厢莲玉往往就是此类人了。2、几种特别眉形的运势。1、新月眉，通常称眉毛较弯的为新月眉。拥有这种眉形的人，性格柔美，心地善良，人缘好，与家人的关系非常好，感情细腻，考虑周到，所以跟他们相处会非常自在。他们有强大的工作能力，个人的前途一片大好。2、一字眉，顾名思义，一字眉也就是眉毛的弧度比较小，接近于一条直线。长有这种眉毛的人，个性耿直，没有心机，却又会给人憨厚的感觉。他们重情重义，愿意给朋友帮忙，朋友较多。他们拥有较为远大的理想，能成为工作中得力的助手，做事有原则，有魄力。3、交加眉。什么样的眉毛叫交加眉呢？也就是在眉毛的中间有空白，或者是中间岔开一条眉毛，好像是2条眉毛交叉在一起。长有这种眉毛的人，会有很多奔波与忙碌的时刻，做事情没有主见，生活艰辛。4、高低眉。长有这种眉毛的人，在个性上不够豁达，容易心胸狭窄，通常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，会有强烈的竞争心理，好胜心强，对于自己想要的目标，会想尽一切办法。左边眉毛高的人脾气大，比较固执，同时事业心强，赚钱的能力非常强，但是却缺少管理钱财的能力，所以需要有忧患意识。而右边眉毛的人为人低调，善于精打细算，比较顾家，所以最后都能获得较为美满的生活。5、扫帚眉。如果眉头还是很浓的，但是到眉尾非常散且淡的话，则被称为扫帚眉。这种眉毛的人做事情冲动，感情生活混乱，会被感情拖累，所以对待感情慎重一点比较好。6、三节眉。通常眉毛呈波浪形的被称为三节眉，有这种眉相，一生不会有大富大贵，身体健康问题较多，个性不够稳定，性格善变，生活劳苦，亲友较少。7、八字眉。这种眉形的人性格和蔼，做事不拘小节，人际关系好，有领导能力，且善于安排生活，所以生活是幸福美满。不过八字眉的人在年老以后会有孤独的时候，一生不缺钱花。8、三角眉。常有三角眉的人，个人精力充沛，做事有霸气，自信心十足，面对困难总是能找到解决办法，不害怕挫折，做事有耐心，所以他们容易取得个人的成功。不过做事以自我为中心，可能会得罪一些人，这一点要注意。9、剑眉。剑眉最重要的特征便是眉毛浓长但不粗糙杂乱，眉尾整体向上呈翘起之姿。乡书中曾这样描绘常有剑眉的人：眉若山林秀且长，威权至时辅君王，纵贫不日成清贵，子孙行行显寿康。意思是说，常有剑眉的人一般看上去很有威势和志向，特别的适合从事一些武职，即使贫困也不会长久，子孙运还非常的好。长有剑眉的男人看上去就会给人一种凌冽之感，这种男人大多个性直爽，富有正义感，好奇心强，又喜欢冒险，虽然做事时有时欠缺冷静，但容易得到贵人的欣赏和提拔，获得不错的声势和名望。10、龙眉。所谓龙眉指的是眉头圆润整洁，整个眉形弯而向上，且眉尾聚拢紧凑，眉长过目，整个眉毛看上去明亮有光泽。这种眉形属于男子的最佳眉形，常有眉形的男人一般看上去就很有气度，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大气，心胸开阔，不拘小节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，性情稳重，做事不急不躁，很有理性，无论从事哪种行业，往往都能够出类拔萃，成为圈子里的核心，
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中之龙，一生大富大贵。11. 清秀眉。所谓清秀眉，指的是从眉毛的整体来看，眉身并不宽，眉毛长得不粗不细，不浓不稀，而且眉长过目，色泽清秀光亮。长有这种眉形的男人大多头脑非常的聪明，反应能力非常快，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非常强，属于那种一点就透的类型。而且性格温和，不喜欢乱发脾气，说话做事都特别的有分寸，不会轻易的去得罪他人，人缘特别的好，做起事来认真而负责，个人能力强，还很有耐心，属于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的一类人。无论做什么职业，都能够游刃有余，做得非常出色。12. 虎眉。虎眉的重要特征便是眉头尖细，眉尾宽而不散，整个眉形看上去浓密有势。像书中这样形容常有虎眉的人：此眉粗拙且有威，平生胆志有诗为，不负终能成大贵，霞陵贺寿宴成行。意思就是说，长有虎眉的人看上去很有威势，也很有志向和能力，非富即贵，能长寿。长有虎眉的男人大多看上去很有威势，特别能体现出男人的气概，而且这种男人做事很有胆量和魄力，敢于挑战，不惧怕失败，做事果断，行动力强，能掌大权，通过努力往往能够闯出一番天地。好了，今天命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俗语：眉毛一根长，胜过万担粮。眉毛变长到底意味着什么？长寿，从古至今，不知多少人为其付出心血和努力，尽管得到的答案似乎总和命运相关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再努力也白搭。但相信就算在过去千百年，大家对于延长寿命的探索和研究也不会停止。想要长寿，最起码得知道长寿的特征是什么。在古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下，他们发现眉上一根长者大多长寿，也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句俗语：眉上一根长，能抵万担粮。眉上一根长，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那么与眼睛形影不离的眉毛，或可比作窗帘。眉毛又称为眼眉，在一个人的面部上占有重要位置。客观地分析一个人相貌如何，主要看其五官精致程度。换句话说，五官是否对称，是否具有鲜明的立体感，棱角分明或者模糊可爱。眉上一根长该如何理解？众所周知，大多数俗语诞生于市井民间，也就是说，创造了它们的人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化，故而其所描述的文字很多时候具有一定的歧义。比如一根长指的是什么长？是整条眉毛长，还是眉毛中的一根毛长？又或者只是一边的眉毛长，那双眉不对称，岂不显得非常难看？2. 眉毛与面相。在说眉毛与传承千年的相理学有何关联时，咱们先来聊聊面相。相，以稀为贵，稀者清，奇、古、怪、秀也。何为清？自然不是高冷，而是看起来举止端庄，谈吐非凡，让人一眼看去便犹如清风拂面。何为奇？神态清奇，气宇轩昂。比如刘备当初第一眼见到诸葛先生时，便觉得这是一位奇人。何为古？主要在于气质，古朴纯真，举手投足之间风度翩翩，神完气足。何为怪？在千万人之中只看你一眼，便在难以忘怀。至于秀，则指眉清目秀，英俊潇洒。不可否认的是，长相秀丽者的确让人看着更加顺眼。上述这些都是贵相，而要拥有这些贵相，眉毛在其中还真就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。周易有云：行之有余者，头顶圆厚，腹背丰隆，五岳朝起，肉腻骨细，眉秀舒长，精神抖擞，此谓行有余者也。行有余者，长寿少灾，有富贵之容矣。
与之相对的还有薄相，头顶肩薄，额窄低平，腰低胸陷，鼻仰而反，一眉曲一眉直，颜色萎顿，难做女生等等。这些在相理学中被称之为形之不足者，容易多疾而短命。可见眉毛之长短，形状竟关乎寿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玄学并非正统学问，不管是贵相还是薄相，在如今这个医学发达时代，都是可以改变的。身体不好也无需怨天尤人，只要好好调理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都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寿命。用当下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，便是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在古人看来，眉上一根长，能抵万担粮，万担粮代表着巨大的财富，而眉长则可以理解为长寿。换而言之，千金难买人健康。这对于当今时代的诸位来说，也是值得铭记的道理。钱没了还可以再赚，但若人没了，一切休矣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眉毛中15大忌吧。眉毛16忌。1. 粗眉。男人眉毛较粗，女人眉毛较幼，这是正常的，因眉毛粗代表侧重于做大事，眉毛幼则注重生活细节。但如果男人眉毛幼，则代表男人心细如女人，喜欢注重生活琐事，做家务，打理生活细节。如果女人眉粗，则代表女人喜欢外出交际应酬，而置丈夫而不顾。但如果眉毛过粗，即眉形也过粗，男人代表好色，怕老婆，一生会有一次牢狱之灾，同时也只会配比自己年龄大的老婆。女人眉粗，则有男子汉的气概，做事积极主动，有领导才能，婚姻上易嫁少夫。但眉过粗，则代表粗心大意。2. 高低。东方人的眉与眼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比较阔，而西方人的眉眼距离则一般都比较窄。眉眼之间的阔窄是田宅宫，看家庭缘分厚薄的位置。东方人眉眼距离大，代表注重家庭观念；西方人眉眼距离窄，代表家庭观念薄弱。眉高也代表对玄学有感觉，眉低则实事求是，为人比较实际。当然，西方人有眉高的，东方人也有眉低的，看法一样。又眉长得特别高的人，其成就要来得早。相反，眉太低压目，相书上称为鬼眉，主要有偷窥倾向，且其人智力不佳，心胸狭窄，记仇，不是一个好的朋友。3. 散。眉毛散乱，感情就迷乱，眉毛散乱，做事就不稳定，而且早年的运势也不平顺。所谓散是指眉毛稀少，从面相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人性情较稳健，知识较丰富，但往往缺少进取心与指导性。4. 乱。眉乱心也乱，乱眉指眉毛长得杂乱无章，并且眉毛不是贴着眉骨而长，这样的人理解能力低，思考能力差，而且这种眉毛的人智力也很一般，所以很难在社会上获得成就。如果眉乱再加上眼睛无神的话，则一生贫困。5. 短。眉短是指眉形比眼睛短，这种人性格急躁，遇事喜欢速战速决，不喜欢拖泥带水。如果眉毛贴眉骨而长且顺而不散乱，则其人判断力强；如果眉毛粗而丰又杂乱无章，则其人性急心乱。又眉短一般兄弟少或与兄弟无缘。6. 素。眉素与眉短不相同，眉短只是整条眉形短，但眉头眉尾完整；眉素则有头无尾，整条眉毛好像被切掉了一段。眉素与眉短克夫大致相同，唯一不同的是眉素克地。眉素之人大多没有弟弟，就是有也生离死别。7. 交。眉交是两条眉毛连在一起，且互相对方眉内，像交战一样，称之为交眉。眉交的人大多是兄弟反目无缘，朋友运也不佳，心情常乱，遇事犹豫不决，且偏听女人之言，一生常有色情之灾。如果眼有神，眼睛黑白分明，则可以控制自己以避免。有眉交及眉亲印堂，代表此人性格过于悲观，遇事往往记在心里，不能解脱。8.
帘、眉帘与眉交都是眉毛侵入印堂之内，以致两条眉毛连在一起，但眉帘要比眉交要好一些。眉帘的人不会兄弟反目成仇，朋友无情，只是同样属于厌世悲观，遇事不能放开。9. 黄，眉黄是眉毛枯黄的意思，但如果是外国人之金色，而不是干枯式的黄，便没有问题。眉毛枯黄代表身体虚弱，且运不佳，尤其在运行霉运时。此外也代表兄弟无缘，朋友无助。10. 薄，眉薄是眉毛很弱的意思，这种眉形的人兄弟少而缘薄，但其人思想细致聪明，但要注意的是有没有散乱和断眉的情况，如果有的话，可参照眉散乱和断眉的方法判断。11. 破，眉破代表眉毛可能因后天因素引起眉毛受损而出现的眉破情况。眉破代表有一兄弟很早生离死别，也代表手艺断义伤。12. 缺，眉缺的意思是眉毛突然有一部分没了眉毛，缺了一块，意思和眉破相同。13. 断，眉断是指眉毛中断不连在一起，可能是先天生出来就是这样，也有是因后天意外造成的。眉断眉毛破缺的意思一样，子孙较为严重一些，如后天以为引起的眉断，断左眉男性多在1岁、10岁、19岁，如右眉断则多在7岁、16岁、25岁，女性则左右相对调。14. 逆生，眉毛逆生是指眉头部分倒转往印堂方向生长，这种眉毛代表其人不善处理感情。如果只有左边眉毛逆生，代表30岁之前不善处理感情及父死不能送终，右面则代表30岁后不善处理感情及母死不能送终。如果左右眉毛皆逆生，则一生不善处理感情及父母死皆不能送终。15. 竖，眉竖即是眉毛不是贴着肉而生，而是一条一条竖起来，这代表其人思考能力差，每每行事冲动，不喜欢以理服人，而喜欢武力解决问题，所以一生常有或是官非。又其人行为粗鲁，不够温柔，不是一个善于体贴爱人的好丈夫、好妻子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跟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发财眉、破财眉，你是哪一种？眉毛作为五官之一，看起来只是眼睛的附庸，但是位于眼睛和额头之间的眉毛，在面相学上来说是绝对不可忽视的。一个人的很多信息都可以从眉毛判断出来，而且从眉毛的高低、宽窄、长短、浓淡、连断、抑扬、清浊、黑黄等等情况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运势等情况。那么什么样的眉毛是发财眉呢？什么样的眉毛又是破财眉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，看看你是哪一种吗？1. 这6种发财眉你有吗？1. 清秀眉，眉形修长清秀，眉尾往下弯，眉尾较淡，眉中较浓，眉毛根根见底，为古往今来大家都喜欢的眉毛形状。清秀眉之人聪明过人，文才卓越，青少年时期便学业优秀，他们重信义，人缘好，颇得长辈喜欢与提携，因此贵人运旺，人生事业顺风顺水，就连身边的人都能够受其恩泽，沾其福气。2. 柳叶眉，眉毛形状如柳叶般弯曲，细长而有弧度，轮廓优美，有着古典风范。柳叶眉主才艺，因此长有柳叶眉的人具有艺术天赋，在艺术领域容易获得成就。他们对待事业和感情都很专一，工作尽职尽责，积极向上，所以容易聚集财气。感情方面温顺和睦，会成为一个温柔顾家的好妻子，皆有旺夫运，能助丈夫事业更上一层楼。3. 新月眉，眉毛整齐而修长，眉头与眉尾有曲线，犹如一弯新月。
星月梅属才女之相，拥有此梅的女性清纯温柔，冰雪聪明，特别是艺术领悟能力强，为人处事考虑周到，人际关系不错，事业上容易得到异性贵人的相助，财运颇佳。但星月梅情感细腻，会有很多异性追求者，需谨防婚外情的发生。4. 平眉，眉毛形状平直，有如倾斜一字，没有起伏弯曲。平眉之人做人光明磊落，胆子大，颇具意志力。他们事业心强，能够很好地完成自身的工作，从不弄虚作假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，都不轻言放弃。这样的人自然容易在事业上获得成就，穷苦和他们无缘。生活中他们善解人意，体贴丈夫，兄弟有着，父母可安，事业和家庭都能完美兼顾。5. 剑眉，眉形直线上扬，眉尾顺势而上，不杂乱卷曲，像2把剑立在眼睛的上方，这就是剑眉。长有剑眉的人个性直爽，擅长冒险，他们具有将才之相，无论是对待生活还是事业，他们都充满斗志，精力充沛，在工作上常能让人大吃一惊，家庭方面能掌握主导权，从而构建和睦的夫妻生活。所以剑眉之人财运、夫妻运都很不错，事业成功，婚姻幸福。6. 虎眉，眉形较宽，粗大精细，眉头较窄，眉尾宽而不散，整体不杂乱，无形中透露出一股威严的气势。长有虎眉的女性性格泼辣，富有胆识，做事果决，行动力强，且喜欢单枪匹马地去完成工作。这种性格往往能助其建立一番事业，就算不能富甲一方，也是不负则贵，成为一介权威，德高望重。2. 这5种发财眉不能有。1. 交连眉，交连眉指的是两眉进入印堂，连在一起，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，印堂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气度。长有这种眉形的人，大多心胸非常的狭窄，没有度量，缺乏包容之心，特别的喜欢与人斤斤计较，对待周围的人也非常的吝啬和小气，而且思考问题也非常的偏激，脾气非常的急躁，人缘比较差，财路狭窄，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帮助他们，事业发展缓慢，一辈子抠抠搜搜。2. 黄薄眉，如果一个人的眉毛生得稀疏淡薄，且色泽干黄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复杂多变，有些喜怒无常，头脑有一些神经质，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情绪化。此种眉相的人大多性情非常的冷漠，对于亲情、友情和爱情看得都比较淡，眼中只有利益，得失心非常的重，而且工于心计，特别的能算计，一生六亲无靠，遇到困难时也没有朋友帮助，晚年孤苦而绝望。3. 交加眉，交加眉指的是眉毛的中间或者尾部开出一条岔眉，两条眉毛交加在一起，使整个眉毛看上去就像叉子一般。长有这种眉相的人，大多性格方面总是飘忽不定，待人处事方面缺乏真诚，性格特别的复杂，而且猜疑心非常的重，对他人缺乏信任，整天疑神疑鬼，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现实，只注重金钱和利益，感情上总是分分合合，婚姻感情不稳定。4. 半截眉，相书中有云，眉不盖眼，财散人离，意思是说，如果眉毛较短，盖不住眼的话，钱财容易散去，亲人容易分离。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、兄弟和朋友缘，如果一个人的眉毛较短，看上去就像只有半截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情比较的急躁，做事总是有头无尾，做什么事儿都是3分钟热度，做事只顾眼前，缺乏远见和魄力，缺乏投资理财的头脑，容易消耗掉大笔的钱财，感情运不佳，婚姻很难走到头。5. 重压眉，
所谓的重压眉，指的是眉毛粗浓且眉眼之间的距离较窄，看上去就像眉毛压着眼睛一般。长有这种眉相的人，大多个性急躁又缺乏自信心，行事非常的鲁莽，做事比较的轻率，经常容易把事情搞砸，而且个性非常的压抑，内心贪婪，不懂得满足，凡事喜欢与人斤斤计较，野心大，心眼小，取得一点成绩后就开始变得骄傲自大，心性也比较的孤僻，特别的不合群，人际关系非常差，积累不住钱财，一生破财较多。3. 眉毛上有痣的运势。1. 眉毛头部生痣。眉头有痣且被眉毛盖住的话，表示其人聪明伶俐，品格高尚，有远大的志向，特别是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很有天赋，只要用心做事，很容易成功。但如果痣长在眉头外面，露出眉毛的话，则为凶兆，其人可能会有牢狱之灾。2. 眉毛中部生痣。眉毛中部有痣且被眉毛覆盖，表示其人很聪明，其兄弟姐妹中会出现一位很有成就的人，特别的有财富运，而且他将成为你的贵人，会帮助你渡过难关。不过这类人一生中会有一次水险或者火险，需要特别注意。3. 眉毛尾部生痣。眉尾有痣且被眉毛覆盖的人，一生快乐无穷，乐观豁达，运气自然也不会差。但如果痣长在眉尾外面的话，表示其人亦有感情问题，尤以右边眉尾有痣为甚，主妻有通奸之事，多发生在19岁、28岁及37岁时。如果痣长在眉尾，靠近太阳穴处，表示多小人，易若是非，容易招惹口舌之争。4. 眉毛上方有痣。眉毛上方有痣为不吉论，其中1. 眉上有痣进眉头，常有短期经济不足之事烦恼，例如没有钱应付日常开支，如租金等等，有暗疮进眉头一筒，但代表短期之事。2. 眉上有痣进眉中，表示有较远之金钱问题，例如要投资，需要筹集资金，或者买房子而资金不足等等。5. 眉毛下方有痣。眉毛下方与眼睛之间，也就是上眼睑的部位，此处被称为田宅宫，掌管人的房产和田宅。假如此处有吉痣的话，表示其人秀气廉洁，多才多艺，事业上甚得长辈器重，婚姻也会很美满。假如是恶痣的话，做事会比较辛苦，往往事半倍功，不讨好，还会频繁搬家，住的地方也容易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，诸如漏水等等。最好不要去做房地产方面的投机生意，否则恐会遭致严重的挫败。6. 眉头和印堂中间有痣。痣长在眉头和印堂中间的区域，不为己论，表示其人容易惹上官非，有面临官司诉讼的困扰。眉毛在我们的五官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，它严重影响着一个人的整体面相外观。如果自己的眉毛不是很好的话，那么就需要勤修饰，这样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好的事情到自己身上。好了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眉相看命运。每个人都有眉毛，虽然在五官中的作用比较小，但是在面相学中却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、运势以及精气神。所以一般在分析一个人的面相时，就一定会注意这个人的眉毛，而且不同的眉毛也象征着不同的财运。那哪些眉相的人容易破财，哪些眉相的人容易发财呢？小酱汁老师今天给酱友们讲解一下。5种破财眉。交连眉。所谓的交连眉，就是指眉毛相连在一起，中间的印堂位置被覆盖，而一般拥有这样眉形的人，心胸非常的小，没有度量，为人小气吝啬，常常喜欢对自己身边的人斤斤计较，从而导致这样的人财路非常的狭窄，而且事业运势也会非常的差，没有大的发展，只能抠抠缩缩一辈子。2黄渤眉。眉毛生得太过稀疏浅薄，明显表示了这个人很情绪化，
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更是个神经过敏的人，喜怒无常。但若再加上眉毛不是乌黑色，而是棕色或绯黄至败色，这便是犯上了六害眉中的黄薄眉了。黄薄眉的人一般不会念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且工于心计，利害得失之心非常重。但可惜上天并不会体恤这种人，将会赐给他绝望与孤独的人生。3. 交加眉。所谓交加眉，是在眉的中间或尾部另岔开了一条眉毛，有点像个叉子，又像两条眉毛交加在一起。有这样眉的人会在人生的路途里饱受亲人挚爱的生死离别之苦，性格飘忽，东摇西摆。如果作为女性，在感情上的离离合合往往会特别的多，如若眼再生的不好，便连累到婚姻也会不稳定了。4. 半截眉。眉不盖眼，财散人离。眉毛如果不能遮盖住眼睛，生意会投资失败，往往会消耗大笔的钱财，感情也会坚持不到头。在现代都市环境，传统的礼教都没落的情况下，夫妻一方眉毛比眼睛短的，往往走不到婚姻的尽头。5. 重压眉。重压眉即眼眉特别粗浓，而且眉低压目，眼睛和眉毛距离近，眉眼之间的田宅宫给浓眉所遮盖了，这种便是六害眉之中的重压眉了。2. 4种发财眉。1. 龙眉。龙眉特征是眉头圆，整体弯而向上，眉尾聚拢长过目，色彩明亮有光泽。有这种眉毛的人就如人中之龙，一生能大富大贵，出类拔萃，不管做哪个职业都能够出人头地，成为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一批人。2. 剑眉。俗话说的剑眉是心目中的健美，也是一种相当好的眉形。有这种眉毛的特点是毛长而浓，但不粗劣，眉尾整体向上翘起，有一种凌冽之感。有这种眉毛的人最适合从事武职，能声名远扬，名声大振。3. 清秀眉。清秀眉整体眉深不宽，眉毛不粗不细，不浓不稀，但整体依然眉长过目，清秀有光泽。有这种眉毛的人聪明通达，一点就通，在职场上能做到游刃有余，不会得罪人，未来大好。4. 虎眉。虎眉的特点是眉头很窄，而眉尾宽而不散，整体浓密有势。虎眉的男人最有气概，有胆量，会挑战，能手掌重拳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。和剑眉一样，虎眉的人也很适合从事武职。3. 其他眉相命运如何？ 1. 长眉。在面相学中，长眉可是属于吉相，一般认为眉毛长的人大体上都比较宽宏大量，也颇有远见，而且比较细心，做事特别细致，少出差错。其人性情温顺优雅，会理解别人，因此人际关系也极佳，兄弟之间相处和睦，并且会特别受到双亲的宠爱，也不会为钱而感到困扰，一生的经济状况良好。2. 短眉。短眉就是所谓的眉短不过目。在面相中，短眉之人大都比较以自我为中心，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先行。他们的上进心不是很强，一般个性都较为倔强，属于激情型的，难免急躁。与家人之间相处多矛盾，通常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之中，人际关系并不是十分的圆满。不过他们也有其优点，就是意志会比较强，想要事业成功、财运丰厚的话，就该克服环境或性格，靠自己的努力奋斗。3. 浓眉。眉毛浓就代表身体的健康状况十分良好，会给人一种精神抖擞，极具威势之感，个性稍微有刚强傲慢、顽固的倾向，一意孤行，也以感情用事，待人不够谦虚诚恳，喜欢独处。他们往往为自我中心主义者，自我意识比较强，认为自己处处比别人强。工作方面对别人不太放心，都想亲自动手，可以自己做就自己做，而且做事容易武断，疏忽了该留意的细节，而发生偏差，导致一生困难较多。4. 淡眉。淡眉之人是脚踏实地的典型人物，做事一板一眼，很稳健，缺乏上进心与领导力，比较害怕变化，难于适应新环境，工作较少转换，不至于有什么劳苦功高，但也小有成就，但欠缺家庭运。但如欠亲缘，则可享儿女运；反之，欠儿女运，则反之有双亲运。他们反应不快，心思也很简单，固然意志不坚，又欠计划性，
但却具有能言善辩的技巧。因他们缺乏魄力，一生过着平凡的薪水阶层最理想，不太适合当老板或者领导、主管等。5. 粗美，眉毛看上去较粗且多，有这样眉相的人，各个方面都富有积极主动的态度，非常活跃，敢于冒险，比较有男子气概，但较为高傲，个性倔强，为人处事也是我行我素，不太信任别人。由于对有些事物看得并不透彻，想得并不周全，所以即使起初有好运降临，到头来也可能会失败。不过凡事能按道理进行，以及稍改个性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获得成功，并且财运滚滚来。6. 一字眉，所谓一字眉，就是眉毛处呈一条直线，长得比较秀气，形似一字之状。一般而言，具有此种眉形的人，大都是少年优良且气概非凡，又富斗志、志气宏远之人。原来一字眉的人在现实中大都担任独自经营的董事长，他们为人耿直，不受四周的影响而独断独行，所以第三者看来未免操之过急。不过个性较刚强，所以一般意志力亦或是承受力都是比较强的，做事颇有原则，一以贯之，一丝不苟，颇有魄力，可以胜任一些挑战性较强的工作。对于女性而言，她们多是外柔内刚之人，对己要求严格，对错分明，并且很有魅力。她们在结婚后外出觅职，反而会令家庭生活幸福美满，夫妻之间情谊较深，而且长寿。7. 月眉，所谓月形眉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长得像星悬月般，又轻又秀的眉毛。具有此种眉相之人，生性宽厚，人见人爱，很得人缘，兄弟姐妹之间也非常的团结，性情温柔含蓄，而且感情细腻丰富，考虑周到，思虑深远，感觉敏锐，尤其的聪明，有蛮高的领悟能力与实力，并且人品也好，让人敬佩。8. 柳叶眉，顾名思义，即眉毛的外形呈现如柳叶般的弯曲，线条比较漂亮，通常较为女性化，也以女性拥有此眉者居多。有此种眉相的女性，一生在双亲或丈夫的亲情围绕下度过，心肠软，个性温柔。若男性有此眉，代表他们较具有艺术天分，大都在艺术方面较活跃。有此眉相之人，大都生于富裕家庭，在个性上大都表现得比较细腻且敏感，多愁善感，属优柔寡断型的。性格上的特质则具备了中性可靠的优点，对朋友真诚取信，但不大善于经营其他的人际关系，也不怎么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，所以与亲戚之间的情分比较疏远且冷淡，而且都有晚婚的倾向。成家生子较晚，也可能在中年以后才会成功发达，有名气。9. 三角眉，三角眉指眉形好像呈现三角形之状，比较男性化的一种眉。具三角眉之人通常气势都比较强大，精神抖擞，意志坚强，很有自信与志气，胆识过人，对经济及数字的计算有极敏锐的反应力。面对困难总要想方设法去克服解决，不怕遭遇挫折，刚毅果决，而且有耐心的贯彻始终，具有开拓精神。个性虽固执，但成功的几率也颇大，会是个蛮好的企业开创经营者。眉相的好坏只是影响一个人运势的一小部分，具体还需要结合八字、风水、姓名等多方面因素来看。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眉毛也能开运，这4种眉形旺夫旺子。根据面相可以分析出一个人的富贵贫贱，通过眉毛也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品性和运气。眉毛不属于五官，但它辅佐眼睛，是心灵的语义，所以描述发怒才有横眉冷对、柳眉倒竖等词语。眉毛能够反映情感，同时也代表人生运势。眉毛往往能够影响人一生的成果。那哪些眉相人天生倒霉，一辈子难发达？若是想通过眉毛开运，又该选择哪种眉形好呢？1. 10种眉相一生贫苦。1. 斗眉，斗眉就是眉毛只有一点点，或者在眼头上面，或者在眼睛中间。斗眉面相的人一般智力平平，没有大的学术成就或者高学历，社会成就平庸，一生平平淡淡。其他不足就是婚姻不会很稳定。2. 半截眉，眉毛眉长过目才标准，眉毛只有半截盖不住眼睛，眉不盖目才散人离。眉毛短于眼睛最终会有2个结果。
其一是财产容易散尽，苦心挣来的钱财被亲朋好友消耗或者投资破财；其二就是头一次婚姻难以携手白头，有半路夫妻的预示。3. 黄薄眉，眉毛淡淡一层，色泽偏于淡黄而稀少，这样的眉称作为黄薄眉。具有这种眉形的人做事够认真，但猜忌心重，不能与朋友分享财富和快乐。眉薄情薄，眉重情重，眉毛生得太过稀疏浅薄，明显表示这人很情绪化。若是女性，更是个神经过敏的人，喜怒无常。黄薄眉的人一般不会念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且工于心计，厉害得失之心非常重，多会孤独坎坷。4. 扫帚眉，扫帚眉也称作开花眉，眉形特点是眉头一点点，而眉尾惨淡开花。眉头太尖细的人有一个很差的缺点，便是疑心太重，又时常跟别人勾心斗角，没有容人之量，胆小而心虚，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容易招惹小人，在相互猜忌下，其人难得半日安宁畅快。这种尖头眉再加上眉尾散开，便在性格方面彻底失败了，因为它将会再加上精神不集中、心绪不宁、胡思乱想和贪心等不良性格。扫帚眉有克星的预示，并且一生财来财去。5. 眉形杂乱逆生，眉毛以顺直弯秀为佳。首先是顺直，一旦眉毛逆生而杂乱，则代表感情不稳定，一生事业多变或者人情多变故。眉相论眉毛，手迹杂乱，只要眉毛一杂乱，任你眉形怎样有势，眉目如何相配，眼睛就算生得很好，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。如眉毛生的杂乱，再加上眼神涣散，性格会变得复杂而矛盾，精力都花在胡思乱想或者自相矛盾。6. 交连眉，连眉不好，这是一个相学常识，很多人的眉毛可以看到轻微的有相连之势，这只是眉心较窄而气量狭小罢了。但若是两条眉毛的眉头有力的连接起来，那便成为六害眉中的交连眉了。7. 强盗眉，眉毛过于浓重，又浓又黑，像两条大虫子一样趴在眼睛上，这种眉毛一般称作为强盗眉。具有这种眉形的人性格暴躁而固执，眉如焦炭，非灾即难。8. 重压眉，重压眉即眉眼特别粗浓，而且眉低压目，眉眼之间的田宅宫被浓眉给盖住了，不论男女均忌这种重压眉。这种眉形的人个性相当急躁，但又缺乏自信，因此做事会凭一时之气或心之所至，却因没有十足的把握而最终使事情一团糟。如果重压眉再加上杂乱眉，个性便会太鲁莽，很易因一时之错而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有重压眉的人必须小心自己的行为，处事不可太过轻率才好。9. 眉毛分叉，这样的眉毛也称作为交加眉，是在眉的中间或者尾部另开叉了一条眉毛，像两条眉毛交杂在一起。有这样眉的人，人生饱受亲人挚爱、生离死别之苦，性格飘忽，东摆西摇。如果为女性，在情感上的离离合合会特别多。所有交杂眉毛的人，亲情缘分都不深。10. 粗浓杂乱交连眉，既粗且浓又杂乱的交连眉最可怕，它会令一个人失去理智，心智不健全，思想一片混乱。从出现意外或者大受挫折的人群中，易发现此种眉形的人。2. 4种眉形让你大开好运。面相学常说的眉毛乱糟糟，福星见就跑。如果你的眉毛属于上面这些不吉的眉形，可以通过修眉来改善运势。但是不同的脸型应选择不同的眉毛。下面来给大家讲解今年流行的4种开运眉形，感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。1. 潇洒帅气一字眉。一字眉眉形特点，一字眉比较硬朗，线条平直，适合脸型较窄或者脸部比较圆润的女生，会让你的脸部线条更加立体。一字眉最适合的脸型是菱形脸，因为菱形脸并不适合弧度过大的眉毛，平直一些的眉形能够降低菱形脸的尖刻感，从而增加亲切度。代表女星倪妮、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、韩佳人。这样眉形的朋友需要注意的是，直话直说的个性比较容易对别人造成一些无心的伤害。直接的性格是优点也是缺点，如在人际交往中注意分寸，也会在工作和人缘方面得到很好的回馈。另外，请一直保持对任何事物执着的习惯，梦想也会因为你的不懈努力而变成现实。2. 温柔古典新月眉。新月眉眉形特点，新月眉最适合的脸型是圆脸型，因为圆脸型十分的圆润，不需要增加凛冽感，眉毛或者短粗的眉毛。
在勾画时为眉毛加上一些藏字，让眉形更有力量感，平衡脸部的圆润感。新月眉代表女星张柏芝、章子怡，这样眉毛的人也是比较重感情的。开运方面要注意的地方是关于冒险精神，避免因思前想后错过了一些机会和人事，特别是在事业上会比较缺乏，要学习偶尔让自己冒险一下，踏出那一步，也许人生的格局就会大大不同了。人生就是一场未知的冒险，不是吗？不如愉快的享受。3. 拢人气的自然眉形，有眉峰的自然眉形特点，像汤唯这样两颌略方的脸型最适合略上升的眉形。眉形要看眉毛的3/4的地方，必须棱角分明，与方下颌呼应。有眉峰的自然眉形代表女星王菲、汤唯。有眉峰的自然眉形一般分为大刀眉、扬眉以及剑眉这几类，在未经修饰的状态下，都会给人以犀利、轮廓分明，有些会有一点眉头压眼的问题。如果加上眉尾或者眉头毛发杂乱的话，那通常这样的朋友脾气会稍微的有一些暴躁和冲动，也会有人际关系问题的存在。因此可以通过修去杂毛、调整眉形来做开运。因为风水上也有去杂毛撅小人的说法，修眉的时候要注意眉峰的角度和眉毛的弧度。另外将眉头比例修对，让印堂开阔，也会有人缘提升、人气加持的开运效果。4. 天生行动派，打造个性粗眉妆。粗眉眉形特点，粗粗的眉毛会让整个眼周都变成视觉的焦点，所以对于脸型较长的人来说，恰好可以利用眉毛的宽度来从视觉上起到缩短脸型的效果，平衡脸部的五官。另外，粗眉在时尚界的代名词就是复古，如果你想来个复古造型，也一定不要忘记画上粗眉妆来做搭配。粗眉代表女星张雨绮、莉莉·柯林斯、卡拉·迪瓦伊。开运方面需要注意避免太过冲动造成的粗心大意，以至于错失良机，后悔莫及。建议可以稍稍放慢一些脚步，沉稳的观察后再做决定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古训还是有道理的。好的眉眼不但能给你好的容貌，给人好的印象，更能间接的给你带来好的运势。眉毛中隐藏着运气，好眉毛能为你开运。这下可以综合看看自己的眉毛了。但还是那句话，相不独论哦。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眉毛开花必爆发。生活中，人们对于自己的外貌，大多数都是比较在意的，有些人还会对脸动刀。如果我们形容一个人好看，会用眉清目秀，可见眉毛在一个人的面部十分重要。面相代表着个人的运程好坏，其中眉毛对财富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。有句俗语是眉毛开花必爆发，眉毛长得好，将来的财富必不可少。那么什么样的眉毛可以称得上是长得好呢？1. 眉毛长痣。眉毛上的痣素有左财右寿之说，这个地方长的痣是实打实的福痣。男人若有则生意兴隆，事业有成，女人若有就是旺夫招财。眉毛的后半部在相学上称之为彩霞，意味着一个人的理智与才能。眉毛尾部假如有善痣，可以说是喜上眉梢，预示你的人际关系很好。虽说长在眉毛下面的痣不容易被看见，但运势与运气却可以因它而旺盛。此生不仅有钱有势，更能健康长寿到100岁。2. 八字眉。八字眉就是眉毛呈现八字形状，虽然这种眉形并不受人喜爱，从大众的审美角度来看，这种眉形也不讨好，但是拥有这种眉形的人往往天生聪慧，做事有自己的主见，在理财上有天分，因此也属于可以招财旺财的眉形。不过这种眉形的人如果是小眼睛，则表现得比较小气，可能拥有不错的财运，但名声却不好，表现为斤斤计较，办事抠门，为人不仗义等的情况。3. 上扬眉。眉毛上扬的人看起来比较精神，且斗志昂扬，这份积极的状态主导着这部分人也容易惜财旺财。但是如果这样眉形的人配有细长眼，且眼角也上扬的话，那么主导者性格阴暗晦涩，
城府深沉，虽然一生有无尽的财富，但是为了取得财富和资源的过程中，会不惜各种手段，为达到目的不管不顾，六亲不认。因此，这样的人有才，但未必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好人，在人缘和亲情上表现冷淡。4. 长眉。长眉是眉毛细长，眉毛颜色不清不淡，眉毛粗细均匀，那么这样的眉形呈现出的面相是和善的友好的。因此，拥有这种眉毛的人，如果整体的面相也比较清秀，那么则是非常富贵的面相。而且这样的人也不需要过分努力，自身命里就有财运，身边挣钱的机会多，一生富贵，生活没有压力，可以享受富贵荣华。5. 一字眉。按照现代人对眉形的审美来看，很多人都喜欢一字眉。如果有人天生是这种眉形，主导着这类人品行良善、坚定，做事韧性十足。虽然这类人可能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有些强硬，但他们凭借辛勤踏实坚韧的个性也能收获财富。不过这部分人的个性问题，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会比较辛苦，他们的财运也和事业运势息息相关。事业上有突破的一字眉的人，积累财富的速度就更快。6. 龙眉。龙眉在所有的眉形中属于最招财旺财的一种眉形。这种眉形的特征是眉头比较圆润，眉毛整体是弯弯的，有些向上飞扬的样子，眉尾比较长，而且整体的眉毛颜色是明亮的有光泽的，看起来就非常有型。眉毛给人的感觉也比较张霸气、富贵。这样的眉毛如果配上一双明亮英气的眼睛，那么预示着本主不仅财运好，人也贵气，属于大富大贵的命格，甚至可以成就传奇的一生。7. 卧蚕眉。卧蚕眉眉尾向下高扬，眉身呈现两段微弯，眉毛过眼并且低垂，眉色乌亮富光泽，如蚕一般。卧蚕眉这样的眉形弯曲清秀，有此眉者男性居多。诗曰：眉弯带秀心中巧，婉转机关甚可人，早岁鳌头已可占，燕行有孔服相亲。生有卧蚕眉的人头脑聪明，心思缜密，机智灵活，待人忠诚守信，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爱戴，人缘很好。其人在青年时期便能够出人头地，获得名利，只是与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，感情不是太亲近。拥有卧蚕眉的女人感情丰富，反应灵敏，对周遭的人都很关切，深具艺术细胞，给人沐浴东风的感觉。表面似乎老是被欺负，吃闷亏，然而心情放得开，因此很容易交到朋友。拥有卧蚕眉的男性聪明能干，遇事沉着冷静，总能逢凶化吉，在事业上有自己独到的想法，往往在年少时期就能够闯出一番事业来。有的眉形能够带来好运，而有的眉形却让人厄运连连。相书金锁妇劈头第句便是六害眉心亲一绝，才如秋月圆还缺，克妻害子老不闲，做事弄巧反成拙。六害眉是指连心眉、黄薄眉、交加眉、杂乱眉、重压眉、扫把眉。那么六害眉是怎么个害法？马上来了解。头号六害眉，连心眉。首先是第一种连心眉，连眉大家都晓得不好了，这是个很普通的相学常识，有非常多人的眉上也可以看到有稍微的相连之势，这只是一般的眉心较窄而气量狭小罢了。假如并不止稍微连结，而是两条眉毛的眉头有力的连结起来，这就成为六害眉中的连心眉。假如是一双既粗且浓幼、杂乱的连心眉，最是可怕，它会令一个人失去理智，糊涂地做出傻事。也由于其心智不健全，思想一片混乱，所以从低能人士、弱智的人、严重脑部伤残者和精神病患者中都能发现有此种眉相的人。二号六害眉，黄薄眉。假如眉毛生得太过稀疏浅薄，表示这种人很情绪化，如是女性的话，更是个神经过敏的人，喜怒无常，
但若再加上眉毛不是有黑色，而是棕色或绯黄之败色，这便是犯了六害眉中的黄薄眉了。黄薄眉的人一般不会念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且功于心计，利害得失之心非常重。但可惜上天并不会体恤这种人，将会赐给他绝望与孤独的人生。3号六害眉，交加眉。所说交加眉，是在眉的中间或尾部另插开了一条眉毛，有点像个叉字，又像2条眉毛交加在一起。有这样眉相的人，会在人生的路途里饱受亲人挚爱的生离死别之苦，性格飘忽，东摇西摆。假如作为女性，在感情上的离离合合，往往会尤其的多。如若眼再生的不好，便连累到婚姻也会不稳定了。4号六害眉，杂乱眉。大凡眉毛手迹杂乱，只要眉毛一杂乱，任你眉形怎样有势，眉目如何相配，眼睛就算生得再好，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不良因素所破坏，做事往往也会弄巧反成拙。如眉毛生得很是杂乱，加上眼神散涣，性格会复杂而矛盾，精力往往都花在胡思乱想或自相矛盾中。5号六害眉，重压眉。重压眉即眼眉尤其粗浓，而且眉低压目，眉眼之间的田宅宫给浓眉所遮盖了，这种便是六害眉之中的重压眉了。不论男女，均记这种重压眉。由于生理关系，男性的重压眉往往要比女性的重压眉粗大一些。就女性来说，假如这位女性的眉毛比一般女性粗浓，而且压目的话，便算是女性的重压眉了。这种眉个性是相当之急躁的，但却又欠缺自信心，因此做事会凭一时之气或心之所至，却由于没有十足把握，而使事情最终弄得一团糟。假如重压眉再加上杂乱眉，个性便会太鲁莽了，很易因一时之错而弄至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因此有重压眉的人必须小心自己的行为，不可太过轻率处事才好。6号六害眉，扫把眉。扫把眉外形就有如扫把一般，头尖为散，即眉头尖细而眉为散碎是也。眉头太尖细的人有一个很差的缺点，便是疑心太大，又时常跟别人勾心斗角，没有容人之量，胆小而心虚，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都很易招惹小人，在互相猜忌下，其人便难得半日安宁畅快了。这种尖头眉再加上伪散而碎的话，便在性格方面彻底的失败了。由于他将会再加上精神不集中、心绪不宁、胡思乱想和贪心等不良性格，因此很容易便应了古时候人所说克妻害子老不贤，此恶句了。好了，今天第二运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眉毛出现这一现象，那就要当心了。眉毛是人体毛发中的一种，很多人对于眉毛还是缺少关注，尤其是男性会更为忽视。女性对自己的形象比较在意，会在出门的时候化妆，眉毛需要修饰一下，能给整个形象加点分。除了在形象上注意到，别的就没有太多的注意了。大多数人对于眉毛的用处并没有完全的了解。其实眉毛与健康以及人的各方面运势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。仔细观察，我们会发现，有的人眉毛上会长出1到2根眉毛，有的人眉毛会发出一些变化。其实这些变化都是身体的报警器，都暗示你的身体或者运势发生了变化。下面小酱汁就和酱友们讲讲眉毛中藏着的奥秘有哪些吧。1. 眉毛中有1、2根特别长代表什么？1. 左眉有长毛。如果大家发现自己左眉上长有1根特别长的毛的话，不要担忧，这是长寿的象征，是好运。左眉上的长毛会帮助大家在生活和工作中带来好运，而且也会让健康伴随着大家。所以说，这根长毛会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运势，也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好的希望，所以不要害怕。
2. 眉间的长毛。如果有一根眉毛是长在2个眉毛之间的，那么大家就要引起高度重视了。因为这个长毛如果是大家在中年之前就长了，那么就会给大家带来不好的运势。如果中年之前长了的话，就赶紧拔了吧。一旦大家处于中年之后再长这根长毛，就应该对大家的运势没有影响了。3. 右眉有长毛。大家右眉如果有一根特别长的眉毛的话，就代表大家家里面最近不会很太平，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儿。所以如果大家发现右眉长了长毛的话，赶紧转移一下家里的财产，因为这根长毛会让大家财产尽失，而且不管做什么事儿都会事事不顺，严重的还有血光之灾。2. 从眉毛看健康。说到这个话题，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医圣张仲景的故事。东汉末年，也就是1800年前，张仲景遇到时年20多岁的文学家王粲。出于职业习惯，张仲景望了望他，用专业中医词汇来讲，这叫做望诊。谁知道这一望竟然诊出了20年后的病。张仲景告诉王粲说，你已经患病了，应该及早治疗，如若不然，再过20年，你的眉毛就会脱落，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。王粲始终认为张仲景的话不足为信，结果20年后的某一天，王粲的眉毛果然慢慢脱落，半年后就病逝了，年仅41岁。其实五脏六腑的盛衰和病变都会通过精血、津液等介质表现于体表。过去把眉毛叫做保寿宫，拥有疏朗而整齐的眉毛者最长寿。实际上眉毛就是健康晴雨表，不用去医院体检，一些病症通过眉毛就会反映出来。如果出现以下5个变化，说明身体已经出问题了。1. 眉毛变长易衰老。一般老年人的眉毛会比较长，年轻人的眉毛比较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眉毛长而旺盛是衰老的征兆之一。古人常说眉长者而寿久，其实眉毛变长和活得是否长久关系并不大，但却是衰老的征兆之一。眉毛变长是身体机能的调节机制开始出现功能降低的表现。如果发现眉毛开始变长，而且逐渐变得旺盛，一定要引起注意了。调节饮食和生活习惯，保持一定的食欲，是抵抗衰老最好的办法。其次就是要多增加运动，每天健走半小时以上，不能让机体一直处于悠闲状态，否则身体就如零件一般，不用就会生锈。2. 眉毛干枯，肺不好。眉毛少而且显得干枯，说明肺部出现肺气不足的现象。肺气不足的现象会引发一系列的肺部疾病，外在表现为咳嗽、咳血、气短，有时候还会出现胸闷的现象。如果不重视，很容易引起肺癌。很多肺癌患者发现时已经处于中晚期，所以眉毛出现干枯现象时，一定要多加留意肺部健康。平时可以多笑，中医有长笑宣肺一说，大笑能够使肺扩张，还可以清除呼吸道的浊气。人在开怀大笑时候，可以吸收更多的氧气，氧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，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充满活力。3. 眉毛上翘易得膀胱炎。此处说的眉毛上翘，不是说眉毛本身的形状，而是毛发本身出现了上翘。眉毛上翘是膀胱炎的征兆，膀胱是人体内部负责排尿的器官，其一旦出现问题，就将会影响身体整体的运行与健康，严重者还会导致膀胱癌。膀胱出现问题之后，身体的排毒工作也会受到阻碍，尿液中的毒素无法及时排出体外，将会聚集在体内。眉毛上翘还反映了身体内部毒素过多，是身体发出的排毒信号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建议平时应该注意多休息，多喝水冲洗膀胱，把每天喝6到8杯的白开水当作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，并且把酒精和咖啡因的摄取降到非常低。另外，不要憋尿，注意清洁卫生，保持下身干净。内裤的选择需要多加注意，穿棉质的内裤，避免合成纤维制品，否则会妨碍适当的空气流通，进而促进细菌的生长。4. 眉毛脱落，气血不足。
如果眉毛出现不正常脱落，身体可能出了状况。不同的眉毛脱落方式也代表着不同的疾病。眉毛淡疏易落者多见于气血衰弱、体弱多病者，此类患者容易手脚冰冷，肾气也较弱，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、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症患者，眉毛往往脱落，并以眉的外侧最为明显。建议平常一定要少熬夜，保持住良好的作息，就会慢慢的好了。5. 眉毛下垂，神经麻痹。如果是某一侧眉下垂，说明是该侧得了面部神经麻痹，使眉毛较低，不能向上抬举，而且很难控制自己的眉毛做动作。这种情况下，建议尽快去医院就医。2. 如何保养眉毛呢？护眉就是护健康，眉毛不仅仅是脸上的一处风景，还和身体内部的健康紧密相连。但是99%的人都不知道眉毛也需要护理。下面小酱汁给大家介绍3种护眉的方式。1. 经常清洗眉毛。很多人在洗脸的时候顺带将眉毛洗一下就完事了，其实这并没有达到清洗眉毛根部的效果。眉毛根部会有眉毛分泌出的油脂，如果长期得不到清理，将会堵住眉毛附近的皮肤，不利于眉毛生长。2. 经常梳理眉毛。眉毛和头发一样需要梳理，每天除了梳头，也要经常梳理按摩眉毛部位。3. 不要拔眉毛。很多女性朋友有拔眉毛的习惯，这个习惯可一定要改。拔眉毛会使皮肤和毛囊遭到破坏，长期如此，眉毛生长就会变得不规则，而且拔完眉毛后，细菌还可能会趁虚而入，这就带来了继发性毛囊炎的风险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长期拔眉毛会使眼睑周围的皮肤松弛，眼皮松弛，老10岁，而且是不可逆的。当然，眉毛的形态不一定就和健康有直接的关系，浓密还是稀疏，有时是与生俱来的，或者和平时的工作环境、眉毛养护也有关联。但是，形态较差的眉毛肯定会影响一个人的气色，进而对一个人的精神面貌、运势产生负面影响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